天谈的是织造局的事，理当公公主持啊。这些作坊可都是沈一时的，做卖给丝绸商，应该是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的事儿，我怎么能主持？可今年50万匹丝绸却是公公的事情，公公当然上座。也好啊，请。那我就坐这儿了，你们也好说话。公公体谅就好。谈成了，我们能交差，织造局也能交差了。是今年的明钱啊？当然是今年的明钱了。竟像是刚采下的，什么法子保鲜的这么好？公公取笑我。装坛密封，搁在地窖里，这法子还是公公教给我的呢。哦，我倒给忘了。但愿明年还能喝上新采摘的明钱。只要有公公在，不要说明年，就是后年也能喝上新采摘的明钱。说得好，咱们明年后年还喝新采摘的明钱。天快黑了，今天饭就在这里吃，事就在这里谈。无论如何，咱们也得把这个约给签了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这是杨公公呢？正和郑必昌和茂才在沈一时的作坊呢。赵大人已经接任了，奉上谕，今天晚上就抓郑必昌和茂才。赶快把杨公公请过来。是。快请几位大人到里面歇息，我去请杨公公回来。咱们到里边等吧。好。 20年了，沈一时发了多大的财，有多大的名声，大家都知道。现在，要问他这么大一份家当，我为什么分给你们？啊，2条。一是你们几位都是有信誉、有家底的人，能够把这25座织坊好好接过来，为织造局把这个差事当下去。2是你们都是胡步堂的乡亲。 肥水也得流自家田呐！等接过了作坊以后，沈一时在宫里、在官府能得到的东西，你们也都能得到。好了，就听你们一句话，个人愿意接多少作坊，说定了，我们今天就签字画押。我们有件事不甚清楚，想请问几位大人。你说，这沈一时25座作坊，3000架织机，是织造局的还是他自家的？要是织造局的，我们怎么敢白要宫里的财产？对呀。要是他自家的，他家也被抄了，那是罪产，分给我们，朝廷能不能答应？ 这些不讲分明了，我们的心落不到实处。这有什么不分明的？杨公公是织造局的监正，他老人家就是宫里的人，啊，就坐在这里。朝廷不答应，我们敢把这些作坊交给你们吗？杨公公，2位大人不要生气啊，我们无诚意也不会来了。适才王掌柜说的那个担心。 实话说，我们大家都有。对，大人是。如果杨公公能给我们交个底，我们自然也就没这个担心了啊。杨公公，您老是不是说几句，也好让他们放心啊？好，那我就说几句。
沈一石的这些作坊，不是织造局的。这些年来，他的确是在替宫里当差。现在他犯了别的官司，才被抄没了家产。但官府怎么处置，织造局认可就是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啊？请问几位大人，这沈一石平时织卖的丝绸都不要缴税，我们接管了他的作坊，是不是也可以不缴税呀？你们接了作坊后，就是给宫里当差了。那总不成又不让我们缴税，织造局还拿钱买我们的丝绸，那好处岂不都让我们得了？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。皇粮国税，干哪一行都得缴纳呀。既不要你们缴税，你们当然就得为宫里供缴丝绸了。这是一笔细账，诸位耐住性子，待后我会一笔一笔的跟你们算清楚。算完了以后，你们就会知道，接了沈一石的作坊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这话干脆挑明了说好。你咳嗽，我也得让他们听明白了。25座作坊，每人要多少？今天就签字画押。再谈接手沈一石作坊的事儿，把他们2人叫到这里来，就是不想吓退那几个徽商。沈一石的家产要卖给徽商？上谕是叫我来追查沈一石的家产，怎么能现在卖给别人？这话怪我刚才没说清楚。赵大人，请坐。捉拿郑必昌、何茂才，查处签案官员，追缴他们贪墨的赃款，这都是跑不了的事儿。可眼下呢，胡步堂的大营里面紧缺军需，朝廷今年要卖给西洋50万匹丝绸，这2件事儿才是最要紧的事儿。把沈一石的家财卖给徽商，就是为了解决这2件大事儿。这件事儿要是谈成了，这2件大事儿就有了着落。赵大人，这也是你接任后的大事儿。杨公公要是觉得这样办，既能够解决眼下的军需，又能够完成朝廷今年卖给西洋的50万匹丝绸，我们可以商量着办。可这样的大事，能够交给郑必昌、何茂才他们去办吗？这2个人还能办什么事儿？咱家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是不想吓退那几个徽商。南直隶、浙江、安徽的丝绸商大有人在，吓退了这些商人，我们还可以找别的商人吗？当然可以找别人。可今天来的这些徽商，都是胡步堂的同乡。还有，这件事事先我已经跟老祖宗请示过了。既然这样，自然也只能这样办。请杨公公派人把郑必昌、何茂才叫来，我们在这里拿人。遵上谕，还要派2拨人连夜赶到淳安县建德县去，把海瑞、王用吉调来，共同审案。至于那些徽商，是不是还是等我明天跟他们签约为好？先让郑必昌、何茂才跟他们签约，赵大人明天不是更好谈吗？杨公公的意思，几位钦差以为如何啊？上谕是给赵大人的，赵大人说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那就分头去办吧。一是能分到沈老板6万5千亩桑田之1/5，便是1万3千亩。
那都是上好的良田呐。按市价，每亩能卖到市价50担，折合现银50两，便是65万两，可抵上好丝绸6万5千匹。1万3千匹加上这6万5千匹，便有了7万8千匹。此外，沈老板在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扬州共有绸缎庄107家，那都是繁华闹市上等铺面，每一个铺面按平价折卖，也能卖到5000两银子。20家铺面便能折合上等丝绸1万匹，7万8千匹加上这1万匹，便是8万8千匹。还有，沈老板这一次借给淳安建得的100船粮食，每船1万8千担。共计180万担，每买5座作坊，就能收粮债36万担，可值上好丝绸3万6千匹。这些都是硬账，算下来，哪位老板买5座作坊，今年除了上缴公里10万匹，还可以净赚丝绸2万4千匹。行了，没你的事了，把他押回牢里去。是。各位现在心里都有底了吧？可还有一项，便是织10万匹丝绸所需的生丝，按市价怎么也要20万两银子。算上刚才那些账，我们每5座作坊今年还得亏损17万6千两银子，折合丝绸便是1万7600匹。照刚才的算法，今年各位是要亏损一些，可是到了明年，朝廷便会补回来。怎么补回来？只要谁接手了沈一时的作坊，谁今后就是织造局的公差，也就是我们浙江官府的官差。凡这次接手5座作坊者，你们原来的作坊还可以并过来5座、10座作坊，从今年起不但一律免交赋税，往后每年产丝绸所需的生丝一律以官价，也就是市价的1半，由官府代为收购，免税一项，半价收购生丝一项。你们今年的损失只是8万8千两，如果加上并过来的5座作坊，那你们的损失也就只有4万4千两。请2位大人见谅，沈一时的作坊是我们不敢接手，我们几个决定退出。说了这半天，这账还没算完，你们就打算退出？要是每人每年10座作坊，你们只需向宫里上缴8万匹丝绸呢？郑大人，一句话，你老就给我们每人减了2万匹，我们5个人一共是10万匹，这个数字，江南织造局认不认可？宫里认不认可？是啊，这就不是你们该问的了。我是浙江巡抚，我说的话，自然是织造局的意思。那我们就认了，每人接手5座作坊，再并过来5座作坊。好，现在郑大人和我就可以跟你们签字画押，然后送到织造局杨公公那里盖印画押。还是再缓缓啊！还是再缓缓。缓什么？啊，不是我们不相信2位大人，啊，既然是织造局的差事，2位大人能否明天将杨公公请来，当面在约书上再盖上织造局的大印，我们再签。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我们一个巡抚，一个布政使，撂下这么大一个浙江的事情不管，陪着你们一笔一笔的算账。你们倒好，拿起堂来了啊！要不是看在胡补堂和你们有相宜，我早就派2个书办跟你们把约给签了。签，现在就签！来人！杨公公，请来了。终于谈成了。
是啊，谈成了，对朝廷总算有个交代了。杨公公，有上谕，郑必昌、何茂才接旨。朕遍览史册，历朝贪渎之例不遑少见。我大明开国之初，有贪赃60两白银者，太祖高皇帝即将之剥皮宣草，祖制不畏不言。今乃有尔浙江巡抚郑必昌、浙江布政使兼按察使何茂才上侵国帑，下吞民财达100万之巨，不为朕揽之赫然，后世观之无有不赫然者。若以太祖之法，而2人虽有百身，剥皮宣草，宁无余辜？朕上承祖德，常存无为而治之念，商议生灵皆不忍之。奈尔2人之罪何？着即革去郑必昌、何茂才一切职务，令赵贞吉任浙江巡抚，调淳安知县海瑞、建德知县王用吉会同严审，自郑必昌、何茂才以下诸员之贪墨，尔等罪员尚存一丝天良，当彻底共罪，悉数缴出贪墨之财，上天或可给尔等一线生机乎？钦此。郑必昌、何茂才，谢恩领旨吧。来人，在！押到聂司衙门大牢去。是。走，冤枉！走，我们冤枉啊！杨公公，杨公公，你老可千万别忘了，20年审一时可是上交了400万匹丝绸啊！我们俩就是想传给子孙1万代，也用不了这么多呀，杨公公。带走。杨公公，冤枉！杨公公，冤枉！海瑞和王用吉，最快也得明晚才能赶到。还有几个罪官。
做婆婆的是有点过分了。李太医开的药你吃了吗？哦，回母亲，还没有吃。怎么不吃啊？哈，也不争在这一日两日。母亲啊，今晚儿子还是在这里陪着您吧。今晚我和安南睡，你上那个屋睡去吧。如雪，哎，药凉了。夭夭草虫，涕涕腹中。忧心忡忡。什么事？禀县尊，有上谕。哪一级的上谕？圣旨，是圣旨到了。是圣旨没看错。回县尊，钦差都在大堂等了，确是圣旨。你先去大堂陪钦差，我换完衣服马上就来。是。
婆母，天还早，婆母再歇歇吧。不歇了，看来鲁贤要办大事，你去准备些干粮和换洗衣。将爷，把枪都收起来，都推到衙门里去。怎么回事？奉部堂和赵忠诚令，换防，快！一个都不许动！什么人？自己到西院去。换防！您，张大人，他是胡部堂的人，你去布防吧。快，动作快一点。部堂已经回杭州了，等这里抄点清楚了，你再去详细禀报，跟别的人一个字也别说。哎，兄弟，有件事似乎应该立刻禀报部堂大人。什么事？正北上何茂才昨天找来的那几个商人，好像是部堂大人的亲戚。他们找部堂大人的亲戚干什么？听说是叫他们接手沈一时的作坊。会有这样的事？为什么不早禀报？他们是在沈一时作坊里签的约，我也是昨天晚上听跟随的人回来说起才知道的。听说他们今天还要拿着约到织造局找杨公公签字。浙江现在是个烂摊子，搞不好你也会陷进去。如果搞好了，你赵梦静就可能入阁拜相。圣上这是在为下一届的内阁物色人选呢。我不做如是官，功过从来结伴而行。我不求有功，无过便是功。无过便是功。梦静，赶紧按圣谕把沈医师的家产算清楚，彻查浙江官场贪墨的汇款，悉数抄没，交归国库，这便是功。交归国库，沈医师的家产都要转卖给别人了，你不知道？站住！有急事需立刻禀报部堂大人。现在不行，新来的巡抚赵大人正在跟部堂大人议事，先坐等吧。这件事，胡部堂事先当真一点也不知道。扯淡！7天前我还在京师，昨晚才赶回来，从哪里知道啊？抄没沈医师家产的事情，他们已牵涉到你了。牵涉到我？你知道接手沈医师家产的那几个商人是哪儿来的吗？都是贵乡徽州的，有几个还是绩溪人，和你还有亲谊。混账！他们怎么敢这么做？看来郑必昌和茂才知道事情闹大了，做梦也想挽回，于是便想出了转卖沈医师家产的这个主意，以为只要赶快弄些银子供给你打仗，同时把宫里要卖给西洋商人的50万匹丝绸今年都凑齐了，向皇上交了差，就可以躲过这一劫。关口是织造局正好利用这个火梅子，把火烧到你头上了。把这些约书都收了存档。是。杨公公，这约书，您老似乎应该签了字，盖上织造局衙门的大印，给我们留一份才对呀。对呀，是啊，我怎么能在这样的约书上签字？啊，织造局怎么能在这样的约书上盖印呢？这可怎么？你们呐，放着安徽好好的生意不做，要到杭州来趟这趟浑水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郑必昌和茂才昨天晚上已经奉旨被抓起来了。
这，哎呀，这我们怎么办呢？这我们的合约，哎呀，杨公公，杨公公，我们都是安分守法的商人，哪里知道朝廷和官府的大事？是啊。既然郑大人、何大人犯了窃案，我们和他们签的约，自愿撤回。对呀，我们自己撤回来。你当这是赶庙会买东西？想买就买，想撤就撤。那这是怎么办？这是亲案，卷进来的人一个也跑不了。杨公公，放我们回去吧！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约是你们自愿给郑必昌、何茂才他们签的，求我啊，还不如去求胡部堂，官儿可比我大。孟景，这个时候皇上派你到浙江来，是意在填补国库亏空。他们以往打着皇上的名号敛财，现在依旧打着皇上的名号，将应该交归国库的财产转归织造局。家国不分，是我大明致命之弊呀。孟景，你是理学中人，受命于危难之际，这件事你要给皇上上书。如真，问一句话，你不要介意。你问吧。你是浙支总督，这些事你都知道，你为什么不上书？今年你就2次见到皇上，为什么不当面向皇上陈奏呢？是怀疑我拿你当枪使？你这样说，那就当我没问。话既然问到这份上了，我回答你：年初改道为丧，我上没上书？上了书以后，结果怎样，你都知道。因为上自皇上，下到朝廷各部，还有你们这些同僚，都把我胡宗宪当作严阁老的人了。有些话，有人能说，有人不能说。这件事，你上书不公也为公，我上书无私也有私，这个道理你自然明白。现在你这样问我，是担心我会牵连你。既然这样，就当20年我们从来没有交往过。我那几个同乡，你仍然可以把他们牵扯进去。沈医师的家产，你卖给他们就是了。我赵贞吉不是这样的人。请转告部堂大人，我来过了。朝廷的事，你要正办，我当然也要正办。可你知道，凡是宫里插了手，怎么办就由不得我们。就拿这几个乡绅来说，现在被杨公公叫去了。如果织造局一定要逼着他们接手沈医师的家产，牵涉到你，就很难分辨。我不分辨，上谕是给你的，情形你都明白。沈医师的家产该不该转卖，尤其是该不该卖给我那几个同乡，上书朝廷分辨，是你职所当为的事。戚继光的军报来了，接下来跟倭寇有几场血战，下午我就要回军营了。大战在即，浙军的军需，还有即将开来的江西、安徽、福建几路客军的军需，望你及时为我送来。汝珍，汝珍。别人不知道你胡汝珍，你我毕竟是20年的知交，不讲我们的交情，为了国事，为了让你一心在前方平定倭寇，我也会替你送军需，也会替你把这几个同乡解脱回去。织造局
一定要把沈医师的作坊卖给其他商人，除非我明发上谕，或者内阁的极地，否则我会上书，我会去争。孟静，我大明朝几千里中，就一尺净土，支撑大厦，也就靠你们这些理学之臣了。善谋国者如烹小鲜，这样的事盘根错节。郑必昌和茂才还有许多官员，背后都牵涉到朝廷，牵涉到宫里。有些事该追，有些事就不能追查到底。该争的争，该忍的就必须得忍。浙江之事，就全靠你了。抗倭才是军国大事，细柳营不可无周亚夫。你放心去就是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拜托了，义所当为。不堂，保重。你们还是跪着不肯起来吗？哎呀，还不肯起来？那好，那你们就都跪着吧。杨公公，我们被郑必昌他们请来的事，胡步堂事先都不知道。杨公公，您老是知道的，您老要不替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没有活路了。是啊，杨公公，求求你了，杨公公，杨公公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杨公公，我们几个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。杨公公，但凡有什么开支，我们尽力效劳就是了。是啊，我们尽力效劳。杨公公放心。就冲你们刚才这番话，我能帮你们也帮不了了。给我开支？笑话！我的开支都是宫里的开支，我需要你们效什么劳啊？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暗中给郑必昌和茂才开什么支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怎么他会把每年10万匹丝绸减为8万匹丝绸，还把每年进贡宫里的3万匹丝绸减成18000匹丝绸？这真是笑话！宫里的年贡，他们也敢擅自削减？这些话都留着，跟你们的本家胡步堂去说去吧。啊！杨公公，我们冤枉啊！我们确实没给郑必昌和何茂才开什么支啊！我们一定要替我们伸冤呐！杨公公，好了，卷进这趟浑水里来是你们自己倒霉，现在还要把胡步堂也牵扯进来。要想帮你们说话，我还得跟那个新来的赵大人商量。这样吧，走呢，你们是都走不了了，就都先在我这住下吧。看着胡步堂的面上，我尽量去做。谢谢杨公公。郑必昌，罪言在。圣旨你都听到了。你在浙江任布政使3年，任巡抚近1年。这4年间，沈一石给你行过多少贿？你又在沈一石的作坊里拿过多少钱款？最好是自己都招了。我们也要好向朝廷、向皇上呈报。我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赵大人，还有4位上差，
我郑必昌拿过沈医师多少钱财？你们可以自己去查吗？我们当然会查。现在是给你机会。大明律载有明文，自己供认的和查出来的在量刑上大有不同。那我要说我并没有拿过沈医师的钱财呢？郑大人，你是嘉靖21年的进士吧？赵大人的意思是，10年寒窗，我有负圣人教诲。我今天不跟你说孔圣人，也不跟你说孟圣人。老子有句名言，郑大人自然读过，那就是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”。我已落天网，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专案知县海瑞什么时候到？回忠诚大人，上谕应该昨天一早就送到了，如果快的话，今晚就能赶到。那好，郑大人既然不领我们的情，那就请回求使。等海知县一到，让他审你。押下去。闭嘴！再敢咆哮公堂，这里可有的是刑具。赵忠诚，我虽是阁员，却尚未审讯定案，请依大明律法待我。我自然可以大明律法待你。可几位宫里的钦差，他们怎样待你，我就无权过问了。那好。该用什么刑就用什么刑吧，打死了我，朝野自有议论。这你就错了，比你大几级的官我们都打死过，连蚊子都没有哼一声，何况你这么个小小的赃官。还有，你的家人现在还在西院里关着呢。我是拿过沈医师的钱，拿多少我认，能退多少我退。可上谕说，郑必昌和我贪墨有几百万之巨，实属冤枉。哪儿冤枉了？我来浙江也就3年，沈医师的家产供着好几任官府的开支，怎么能把所有的账全都算在我们头上？这是一条冤枉。还有，朝廷给我们的俸禄也就那么一点，府衙里的开支又那么大，哪个衙门能够靠立言对付公事？赵大人，你也是封疆大吏，你在南直隶当巡抚，仅靠立言够衙门的开支吗？好，既然你问了我，
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赵贞吉在哪里为官，也从来不贪。你贪墨巨款，面对圣谕尚如此猖狂，可见你平日何恶不作。要定你的罪，我们有的是罪证。你就是不招，我们照例可以中办你。赵大人，同在大明为官，相煎何急？哼，什么叫相煎？你不贪墨，你不作恶，谁能奸你？我再问你一句，你贪墨的钱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你的后衙只有那些银子？你要招了，我和几位钦差自然会斟酌定罪。不招，我们现在已经移稳你的老家，派地方官去查抄了。藏在哪里，我们自能查得出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拿沈一石的钱，一共不超过3次，3年了，已经花去了2万多两。我现在的钱只剩几千两。你拿我们当小孩哄啊？20年，你们浙江官府共贪没了沈一石100万匹丝绸，折合市价就是1000万两白银。就算你贪了3年，怎么也该在150万两以上吧？除去郑必昌的一半，你也该在75万两左右。再除去你下属官员的贪墨，你至少贪了50万两。冤枉！我3年里一共拿沈一石10几万两银子，而且多数都用在衙门的开支上了。你们不信，打死我也是这个数。杨公公，你老可要替我辩冤。赵大人，这个案子也不是1堂2堂可以审定的。等那2个陪审官来了，可以先交给他们预审。上谕命我们追缴赃款，以解前方抗倭军需。赵大人说的不错，为前方筹募军饷，才是真正的军国大事。将何茂才押监。赵大人，杨公公，杨公公。这些是10万两的银票，这都是在杭州的银铺就可以即换即兑的现通票。胡步堂督帅的兵马是5000人，江西、福建、安徽的援军是2万人。这25000人50万两的银子，可以做1个月的军需。杨公公，这银子是哪里来的？我不说，赵大人也应该明白，这是转卖沈一石家产的定金。杨公公，没有新的上谕，或是内阁的急地，我不能这样做。那赵大人一定有办法为前方筹募军饷，也一定有办法把朝廷卖给西洋的那50万匹丝绸支出来了。追缴赃款，就是为了筹集军饷。至于卖给西洋的50万匹丝绸，朝廷是不是另有动意？我们也只有后旨。不要后了，旨意早就有了。东南抗倭，北边抗鞑，全国今年还有这么多地方遭灾，朝廷就指望江南了。这50万匹丝绸，今年必须卖到西洋。胡步堂肃清东南海面，也就是为了这些丝绸能够运出海去。赵大人，您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？杨公公，可否给我出示宫里的旨意？旨意我现在
所不同者，每5座作坊每年交8万匹丝绸，改成了10万匹丝绸；每年上交18000匹丝绸，改成今后每年上交3万匹丝绸。这50万两银票，就是从今年增加10万匹丝绸中拿出的一半。为了郭氏，我也算是尽心了。赵大人要是没有别的异议，就请在这5份约书上签名，带回衙门去盖上巡抚衙门的大印。再用这50万两银子立即筹办军需粮草，送到胡步堂的大营去。拜托了。王大人到了吗？赶不先到嘛！你总是比我腿快。哎呀，我比你近，地利而已，地利而已呀！给2位老爷安排了东院大房，王老爷说一定要住你们原来住的那2间。若是嫌办公不便，还可以调。哎，原来的好啊！原来的好。来，走，请。海老爷先洗把脸，待会儿让他们伺候您老沐浴，看还缺什么，我再派人给您送来。点这么多灯干什么呀？还有这些花瓶之类的，我们是来办公的。桌上留1盏灯就行了，其他东西都拿走。海老爷，您老和王老爷虽还在知县任上，可这回是奉旨办差。我们是按规制接待。什么规制？大明官制有这种规制吗？好了好了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就按海老爷意思办吧。是。取叉子来，把房梁上的灯还有座灯都熄了，把花瓶补完都搬出去。100两1匹的松江棉布用来做擦脸帕，你们也太阔气了。换了，我只用麻的。是老爷。好了，让他们去干吧。啊，先到我屋里坐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快，都进来进来，把这些东西都搬出去。算了，我还是到院子外边站站吧。哎，刚峰兄，你自己不愿意舒服，还不让别人舒服啊？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！好大的人情啊！润莲，你知道这种规格，一人一天要花多少银子吗？包括饭食，大约20两。知道你还住？因为这是赵忠诚和制造局亲自安排的。上谕下来都5天了，我们来了不立刻召集我们审案，倒在规格上做起文章来了。其实赵忠诚已经来过了，等了你1个时辰，刚走。是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去见他。哎，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赵忠诚说了，明早卯时巡抚衙门见。啊，先不说规格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接到的上谕？3天前的半夜吧。见得比淳安近。我是2天前接到的上谕。遵省里的安排，白天忙着交接县衙的事儿。这几天啊，是夜夜没合眼，睡不着啊。这么大的案子，被审的人睡不着，审案的人当然也睡不着。唉，可是你想过没有啊？为什么这个案子的主审官是赵忠诚，2个陪审官是你和我？赵忠诚是徐阁老的学生，你和我
又是高大人和张大人推举的人，愣要说派系，我们3个全是裕王爷身边的人。这么大的案子，皇上为什么同意全用裕王爷的人来查？其用意只有一个：导言。高木兄，这样的事交到浙江，交给我们，你我肩上担的是天大的干系，脚下踏的却是薄冰啊。那这副担子，你准备怎么担？一句话，小事不糊涂，大事要糊涂。什么叫小事不糊涂，大事要糊涂？他们那些人这20年干的事，有多少牵涉到宫里，牵涉到皇上？朝廷那么多大员都知道，可何曾有人说过一句话？更何况还有许多只有天知道的事情。从浙江入手，就是为了投蜀而不计气。牵涉到蜀，我们可以严查；牵涉到气，我们便一个字也不能问，更不能查。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。我们不这样想，郑必昌、何茂才就会想得比我们更明白。为了避罪，他们会把什么事情都往宫里扯，往皇上身上扯。这一扯，案子便一个字儿也审不下去。你和我还有赵大人，这一关就比郑必昌、何茂才还要难过呀。赵忠诚是不是也这么想？赵忠诚倒没这么说，但可以料定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你怎么就能料定？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规格了。你和我，也不过是7品的职位。制造局为什么亲自给我们安排这么高的规格？制造局也插手这个案子了，甚至叫我们抄没沈一时的家产充归国库。可制造局已经将沈一时的家产转卖给别的商人了。他们敢？先别动气，啊！还有更匪夷所思的，接手沈一时家产的商人，都是胡步堂的亲姨。嘉靖39年5月，织造局感知上等丝绸10万匹，全数借送内廷真公局。嘉靖39年7月，以2省税银购买上等丝绸5万匹，中等丝绸10万匹，和松江上等印花棉布10万匹，借送北京。嘉靖39年10月，织造局同西域商人商谈20万匹丝绸贸易，折合现银220万两，悉数借送内廷丝药库。润莲，这件事我要查。这可是赵忠诚签的约，你向谁去查？这些商人是谁叫来的？听说是郑必昌、何茂才叫来的。那就连夜提审郑必昌、何茂才。这不妥。赵忠诚是主审官，你和我是陪审官，案子还没有审，哪有陪审官去查主审官的道理？你到底跟不跟我一起去？我不去，你也不能去。他是陪审官，他有权去提审罪犯。忠诚大人，这是朝廷的亲案，似乎还是应该由忠诚定了，我们陪审。否则，卑职担心打乱了您的部署，海知县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呢。啊。
圣旨你们都看了，那就是部署。只要按圣旨办事，就没有什么责任。中丞，旨意叫我们抄没沈一时的财产充归国库，可现在已经卖给别的商人了。中丞叫我们怎么按旨意审？牵扯到织造局，又该怎么办？你还是个老成办事的人，你说的都没有错。可海知县去提审犯人也没有错。这样吧，你要是担心牵涉到织造局，就去告诉杨公公一声，他可以去旁听嘛。中丞如果认为应该这样，那也应该由中丞派人去通告杨公公。我派人去通告杨公公也行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卑职没有别的事了。来人，中丞大人有何吩咐？你立刻去织造局禀告杨公公，就说新来的海知县一个人到牢里提审郑必昌、郝茂才去了。是。给阁员搬把凳子，不要冲着大案，摆到侧面。再搬把凳子摆到对面。坐吧。出来吧。到外面当面录口供，你就坐在这里记录。大人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什么规矩？大人，您是从县里来的，不知省里的规矩。省里审案从来都是明审暗录。什么叫明审暗录？大明律载有明文，各级衙门审讯犯人都应该明审明录。把笔墨纸砚端出来。就坐到这里记录。是。好，出去吧，把门关上。你过来摸摸，看我这头。是不是有点烫？烫不烫？啊，干爹别着急，让儿子用这只手再探探。到底烫不烫？回干爹的话，好像有些烫，又好像不烫。猪，你就是一只猪。是猪。换个人来摸摸。啊，好，是。师兄来的正好，干爹觉着身子有些不合适。啊，哪儿不合适了？干爹。是不是着了风了？这么些天没刮风了，我到哪着风去？也是，是不是你不知轻重，手拉得太急了？哎呦，大师兄，你真冤枉我了！干爹在这儿，我都是按着脉数拉的，一下不多，一下不少。还得，你先出去。哦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淳安知县海瑞。到牢里去提审郑必昌、何茂才了。审就审呗，就这点事儿。他是一个人去的。一个人的？
赵仁杰呢？就是赵忠诚派人来知会干爹的。赵忠诚还说，那个海瑞晚上虚实到的，连个面都没见，子时就一个人去牢里提审了。这事儿他怎么就不管？赵忠诚说，海瑞是钦点的问官，有权到牢里提审犯人，他不便干预。哼，好啊，打鬼借钟馗了，我就知道会有事儿。赶紧去把那4个锦衣卫兄弟叫来，去到聂司衙门大牢。是。你是阁员，我不好再以官职相称。你中过进士，可我只中过举人，也不好以年仪相称。没有定罪，我也不好直呼其名。下面我问你，就不称呼了。好。圣旨下来之前，沈一石的家产是你们抄的，他的家产有多少？沈一石的家是高汉文抄的，我不清楚。记录在案。高汉文是奉谁的命令去抄沈一石的家里？当然是巡抚衙门和按察使衙门的命令。记录：高汉文抄了家，没有向巡抚衙门和按察使衙门禀报结果吗？回话。禀报了。是口头禀报还是书文禀报？是口头禀报。是向巡抚和按察使禀报的吗？是。大声点儿。是。记录在案。高汉文抄没了沈一石的家产，既向你和按察使禀报了，你刚才为什么说不清楚？因是口头禀报，他说的本就不清楚。你们凭什么抄没沈一石的家产？圣旨。奉旨抄家，难道你们不向朝廷回话吗？难道皇上问你抄家的结果，你们也说不清楚吗？将我的问话记录在案。海大人这样问，阁员自然无话可说。可当时的实情就是这样，时间隔得太久了，我也上了年纪，记不起来了。前天的事儿记不起来了，你亲自交代的事情也记不起来了？那应该记得。记录在案。前天，你和何茂才抄没沈一石家产卖给了徽商。当时沈一石的家产是多少？你们是如何作价卖给徽商的？记录在案。海大人，圣旨上应该没有问这件事吧？你的意思是皇上让你将沈一石的家产卖给徽商的？我没有这么说。那圣旨上怎么能有问这件事的旨意？皇上叫你抄没沈一石的家产重归国库，你却把它卖给别人。皇上事先怎么知道你们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？皇上自然不知道这件事，可我们也没有把卖沈一石家产的钱拿到自己家里去。到哪里去了？我现在已是阁员，海大人是否应该去问接任的巡抚？圣旨现在叫我问你，沈一石的家产1分1厘都要重归国库，你们却把它卖了，交不上来，我现在就可以上书朝廷，着地方官抄你的老家。你的家有那么大的宅院，那么多的田地，都要抵没沈一石的家产重归国库。卖沈一石家产的钱，我没有拿1分1厘，朝廷自有明断。那好，我现在就上书朝廷，同时行文督察院、大理寺和户部，让朝廷的有司衙门都给我一个明断，沈一石的家产到底该不该追缴回来，重归国库？
这句话不必记录，画押。大明律法第5款第2条，罪犯不在口供画押，立杖40。这里没你的座，把椅子撤了。赵忠诚审我都有个座。哎，刚才郑必昌也有座。同样的案子，你为什么让我站着受审呢？凭你作恶多端，恶贯满盈。圣旨上都没这样说我，海大人凭什么如此办我？我问你，今年5月，新安江9个县的大堤怎么会同时决口？那时上面有总督、巡抚和布政使，河道衙门也不归我管，我怎么知道？在这之前，整个大堤上都是你聂司衙门派的兵，你怎么解释？记录在案。上面让我派兵，我当然派兵。你说的这个上面是谁？回话。河道衙门归谁管？这个上面就是谁？河道衙门的监管是宫里派来的李玄，李玄暂归江南织造局管。你说的这个上面，难道是江南织造局？收你背后的那些人。你们这样做，是不是为了让百姓把土地贱卖给沈一时？沈一时是给织造局当差的，有本事你们织造局去。记录在案。是海知县吗？我就是海瑞，请问贵驾。北镇抚司奉上谕和赵忠诚海知县王知县会同办案。那好，请坐。我们一同审案。今晚不审了，主审官赵忠诚有部署，明天上午我们一同审讯钦犯。回去吧。慢着，画押。站住！我是奉旨审案，画押。